窗外的风雪已经持续了3个小时。哈罗德·卡特把视线从漆黑的玻璃上收回，重新落在面前的咖啡杯上。咖啡早已凉透，但他没有叫服务员换一杯，他只是需要一杯饮料作为留在餐车的理由，就像他需要一个身份作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借口。他是个推销员，做纺织品的生意，从波士顿到纽约去谈一笔合同。这个身份连同他口袋里的证件一样，都是真的，也都是假的，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。真名叫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至少在这一趟旅程中，他是哈罗德·卡特，一个衣着体面、谈吐得体的中年男人，没有人会对他多看一眼。他真正的目标坐在餐车的另一端，一个穿着深灰色大衣的中年人，正低头翻阅着一份报纸，右手始终搭在身边的皮箱上。查尔斯·莫里森，律师，根据线报，他的皮箱里有一份文件，有人愿意出$5000买下它，准确地说是买下其中的内容。至于文件本身，哈罗德得到过指示，可以销毁。$5000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足够他消失很长一段时间，也许去西海岸，也许去南边，总之离这个该死的冬天越远越好。餐车里的人不多，这场暴风雪让很多人取消了行程，留下来的也大多躲在自己的车厢里。哈罗德已经观察了几个小时，查尔斯·莫里森是个谨慎的人，他的目光时不时地扫向周围，皮箱从不离身，就连去洗手间也会带上。这种人哈罗德见过不少，他们通常都有把柄被人攥着，或者攥着别人的把柄，无论哪种，他们活在一个看不见的笼子里，时刻警惕着每一个靠近的人。但哈罗德不是那种急于求成的新手，他知道有时候等待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。他不再看向律师，眼神扫过餐车里的其他人。角落里坐着一个年长的男人，独身，脸上的纹路像是被风霜刻出来的。他的眼神没有焦点地落在窗外的黑暗中，但哈罗德注意到他的目光偶尔会快速地扫过整个餐车，这是一种职业习惯，哈罗德自己也有。他猜那个男人可能当过警察，或者做过什么需要时刻留意周围的工作。另一个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摊着一本没有翻开的书，手里握着一张照片。照片的内容哈罗德看不到，但他能看到女人脸上的神情，那是悲伤、压抑的、无处发泄的悲伤。她的眼眶有些红，却没有哭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整个人绷得紧紧的。哈罗德在想，他是不是也失去了什么人，或者正在去失去某个人的路上。列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一下，窗外的风声变得更大了。广播里传来列车长的声音，说由于前方天气恶劣，列车需要进行临时停车，请大家不要惊慌。餐车里的乘客们开始交头接耳，有人抱怨，有人担忧。哈罗德只是安静地观察着这一切。对他来说，停车也许不是坏事，越混乱的局面越容易下手。他只需要等一个恰当的时机，一个所有人都在关注别的事情的时机。那个年轻女人抬起头，她的眼神和哈罗德的短暂相遇。她很快低下头去，像是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脆弱。哈罗德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在这几年，每个人似乎都在失去什么：工作、家庭、希望、金钱，或者干脆是人本身。他没有兴趣知道他的故事，但他的职业习惯让他忍不住收集信息。你永远不知道什么细节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。他站起身，走向餐车的服务台，故意在经过年轻女人的桌子时放慢了脚步。这天气真是糟糕，他说，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同情。您是去纽约的吗？女人抬起头看他，她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澈，也格外疲惫。是的，他说，声音有些哑。我去处理一些事情，希望不会耽误太久。哈罗德说，他没有坐下来，但也没有立刻走开。我是做纺织品生意的，哈罗德·卡特。本来要在明天早上见一个客户，现在看来要迟到了。我也许不需要担心迟到。女人说，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空洞。我是去奔丧的。哈罗德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类话题从来不在他准备好的对话清单里。抱歉，他说，我不是有意。没关系，女人摇了摇头。您只是随便问问，我随便说说。一个朋友，他去世了。如果您不介意我问的话，是怎么？哈罗德停住了，他意识到自己问的太多了，但女人并没有生气。意外，他说，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，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的脸，笑容明亮。他是为一个收藏家工作的，很有钱的那种。他说，那份工作很危险。我说，什么工作不危险？他说，不一样，那是不一样的危险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眶里的红晕更深了。他不该死的，那地方太危险了，我不该让他去的。哈罗德点点头，他在这种时候通常选择沉默。女人似乎也不需要他回应什么，他只是需要说出来，对着一个陌生人说出那些积压在心里的话。他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手指紧紧地捏着那张照片，边缘已经被捏得有些卷曲了。什么收藏家？他问，声音尽量保持随意。我不知道。
女人说，大卫，他叫大卫，他不肯告诉我太多，他说知道的越多越危险，我只知道是很远的地方，他们挖出了一些东西。他顿了顿，像是在回忆什么。他死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他说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，不要去找那个东西，他说那个东西是活的。哈罗德没有追问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然后走开了。他不知道女人的故事和他要找的东西有没有关系，但收藏家、危险这些词组合在一起，让他心里有了一种隐隐的不安。他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他的工作只是拿到那份文件，其他的事情与他无关。列车已经停了很长时间，窗外的风雪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。餐车里的乘客开始陆续离开，回到自己的车厢去，只有少数人还留在这里。哈罗德注意到那个老警探还坐在角落里，他的目光依然时不时地扫过整个餐车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律师查尔斯·莫里森也还在，他把皮箱放在膝盖上，双手紧紧握着把手，眼睛盯着窗外，或者盯着窗外的黑暗。那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哈罗德坐回自己的位置，继续等待。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也许只是一个信号，一个让他开始行动的信号。然后他听到了尖叫，声音来自餐车外，在走廊的某个方向，尖锐而短促，像是被人突然扼住了喉咙。餐车里的几个人都抬起头来。哈罗德看向门口，几秒钟后，列车长冲了进来，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窗外的雪。有人死了，他的声音在发抖。哈灵顿先生，他在车厢里。没有人问哈灵顿是谁，餐车里的乘客们面面相觑，有人站起来，有人僵在位置上。哈罗德也站了起来，但他的目的和其他人不同。在混乱中接近律师的皮箱，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，只是他没有想到机会会以这种方式到来。他跟着列车长和其他几个乘客走向出事的车厢，一路上听着周围人窃窃私语，是那个富商吧？怎么了？听说门都锁着，打不开。哈罗德没有参与讨论，他只是安静地跟在人群后面，观察着每一个人的反应。年轻女人也跟了上来，她的脸上还带着刚才谈话时的悲伤，但此刻更多的是恐惧。老警探走在哈罗德前面几步，他的步伐稳快，像是早就做好了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。出事的车厢门被列车员撬开了，在那之前，哈罗德只来得及看到里面的一小部分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或者曾经是一个人的东西。门很快就被列车长关上了，他开始疏散围观的人。但哈罗德在那一瞥中看到了足够多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曾经是个人，现在更像是一堆被撕碎的肉，血迹溅在床单和墙壁上，像是被什么野兽啃食过一样。门窗都紧闭着，没有闯入的痕迹，只有尸体和满屋的血腥气。哈罗德在走廊里站了几秒钟，他的胃在翻腾，但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他见过尸体，见过各种死状，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。他不相信这是人能做到的，或者说他不相信这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然后他想起了那个年轻女人说的话，那个东西是活的。列车长开始清点乘客，他拿着一份名单，一个一个地核对。哈罗德站在人群的边缘，他注意到老警探也在帮忙维持秩序，他的动作熟练而冷静，显然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面。年轻女人站在离哈罗德不远的地方，她的脸色比刚才更白了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不对，列车长的声音打破了嘈杂，人数不对，名单上是47个人，但现在车上有48个人，多了一个。有人问，多了一个没有登记的人。列车长说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没有车票，没有登记，这个人是谁？没有人回答，乘客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，有人露出了恐惧的表情。列车长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开始搜索，他们从餐车开始，一个一个车厢地查找。哈罗德没有跟上去，他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老警探和列车长说了几句话，然后一起走向列车的后部。他本想趁机去找律师，但他发现律师不见了。在混乱中，查尔斯·莫里森悄悄地离开了餐车，回到了自己的车厢。20分钟后，列车长回来了，他的身后跟着2个工作人员，他们中间夹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穿着深色大衣的男人，看起来40岁左右，脸上的胡茬像是几天没有刮过，整个人透着一种疲惫而警觉的气质。他没有反抗，只是安静地跟着列车长，目光在人群中扫过。你是谁？列车长问。你怎么上来的？我叫艾利亚斯·韦恩。男人说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平静。我在追踪某个东西。追踪什么？韦恩没有回答，他的目光在人群中的某个地方停留了一瞬，然后移开了。哈罗德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发现他看的是律师车厢的方向，至少那是律师应该在的方向。先生，如果您不能解释您的身份，我必须把您交给警察。列车长说。随你便，韦恩说，但我建议你先去查查那个死了的人是怎么死的。你以为这是普通的谋杀吗？列车长的脸色变了，他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咽了回去。他命令工作人员把韦恩带到一个单独的车厢看管起来，
然后转身面对其他乘客。各位，他说，他的声音在发抖。今晚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尽快解决，请大家回到自己的车厢，不要随意走动。人群开始散去，哈罗德没有立刻离开，他站在原地，看着列车长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然后看到老警探朝他走来。你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吧？老警探说，这不是一个问题，我在餐车里观察了你几个小时。哈罗德没有否认，他只是耸了耸肩，我只是被卷进来的普通人。他说，你也观察了其他人几个小时，对吧？老警探笑了笑，他的笑纹在眼角堆起来。亚瑟·柯林斯，他说，退休警察从波士顿来的，你呢？哈罗德·卡特，推销员。哈罗德说，从波士顿来的。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都没有再说什么。然后亚瑟转身离开了，他说的话像是在自言自语，这是一趟有意思的列车，太多有意思的人了。哈罗德回到了自己的车厢，他躺在狭窄的床铺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光，他的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，律师，多出来的人，死去的富商，年轻女人的故事，还有那些他只来得及瞥见一眼的血肉。他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他的任务只是拿到文件，其他的事情与他无关。但他无法不去想，他无法不去想那个年轻女人说的话，那个东西是活的。他刚刚闭上眼睛，门上就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。哈罗德先生，是那个年轻女人的声音，您睡了吗？哈罗德打开门，女人站在走廊里，她的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。您觉得？他说，他的声音在发抖。这列车上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东西？哈罗德看着他，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在害怕什么。您指什么？他问。女人摇了摇头，她的嘴唇颤抖着。没什么，她说，我只是很害怕。哈罗德想说什么，但女人已经转身离开了，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，留下一阵轻轻的脚步声。第二天一早，窗外的风雪依然在肆虐，列车像半死不活的狗一样趴在铁轨上，偶尔发出低沉的金属呻吟。哈罗德在狭窄的床铺上躺了几个小时，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。他没有真正睡着，只是让自己处于一种警觉而安静的状态。门外的走廊里时不时传来脚步声和低语，乘客们在不安中度过这一夜，而他一直在想那个死去的人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那堆曾经是人的东西。他起了床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打开门走进走廊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奇怪味道，像是陈旧的铁锈和腐烂的木头混合在一起，又像是别的什么未知东西。他朝着餐车的方向走去，路上遇到了几个同样没睡好的乘客，他们的脸上带着倦意和恐惧，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尴尬的沉默。餐车里已经有人了，老警探亚瑟·柯林斯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茶。他用眼神扫过哈罗德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哈罗德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谁也没有先开口。然后亚瑟把茶杯推开，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。你和列车长谈过了吗？哈罗德问。谈过了，亚瑟说，他没什么有用的信息，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开火车，从来没见过这种事。那个多出来的人呢？关在后面的车厢里。列车长派人看着他。亚瑟停了一下，他的目光越过哈罗德的肩膀，看向餐车的另一端。但我见过他看人的眼神，那不是普通人的眼神。哈罗德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。什么意思？他看人的方式，亚瑟说，像是猎人看猎物，或者像是士兵看敌人。我在警察局干了30年，见过很多种眼神，但他的不一样。他收回目光，重新落在哈罗德身上。你觉得呢，推销员先生？你昨晚也看到了那具尸体。哈罗德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在地下世界混了这么多年，见过被枪打死的，被刀捅死的，被勒死的，甚至是被活埋的，但从来没有见过被撕碎成那样的。我不知道，他说，我只知道那不是人干的。亚瑟点点头，他没有反驳。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他说，我去查了乘客名单，一个一个对过去，大部分都是普通人，做生意、探亲、旅游，但有几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比如那个死去的富商罗伯特·哈灵顿。他不是普通的富商，他的钱来得不干净，地下赌场、走私，还有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。我以前办过一个案子，牵涉到他，但最后证据不足，他脱身了。亚瑟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谈论天气，但他的眼睛一直在观察哈罗德的反应。还有那个律师查尔斯·莫里森，他也不只是律师，他替一些人处理法律问题，那些人不想让公众知道的事情都经他的手。哈罗德的心跳快了一瞬，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在波士顿干了30年，亚瑟说，我认识很多人，很多人也认识我。这种事情你只需要问问对的人。餐车的门开了，律师查尔斯·莫里森走了进来，他的脸色比昨晚更加苍白，眼眶下有深深的阴影，但他的举止依然得体。
皮箱依然紧紧握在手中。他扫了一眼餐车里的几个人，然后径直走向哈罗德和亚瑟的桌子，在亚瑟的示意下坐了下来。两位，他说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我想我们应该谈谈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亚瑟说。你是哈灵顿的商业伙伴？查尔斯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是的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这次一起去纽约是谈一笔大生意。他的手指在皮箱的边缘敲打着，但现在他死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什么生意？哈罗德问。查尔斯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像是在评估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。我不能说太多，他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笔生意涉及到一些收藏品，价值连城的收藏品。什么样的收藏品？古董，查尔斯说，来自埃及的古董。哈罗德和亚瑟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哈罗德想起了昨晚艾琳说的话，他的朋友大卫为一个收藏家工作，挖出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死于意外。哈灵顿先生有没有提到过这些收藏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他问。查尔斯的手指停了一下，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。他说过，查尔斯说，他说这些东西有些不一样，但我没当回事。你知道，富人们总喜欢把他们的收藏说得神乎其神，好像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东西必须有什么神秘的故事才能显得值得。他勉强笑了笑。现在我想，也许我应该当回事。亚瑟没有说话，他看向查尔斯的皮箱。哈灵顿先生死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自己的车厢里睡觉，查尔斯说。我听到了尖叫声，但我没有出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懦弱，但我害怕。他的声音低了下去。我一辈子都在处理别人的麻烦，但我不擅长面对自己的麻烦。哈罗德看着查尔斯，他在想这个人说的是真是假。这种人无论在表面上多么配合，实际上都藏着秘密。早餐在一种尴尬的沉默中结束。查尔斯很快离开了，他抱着皮箱走向自己的车厢，背影看起来有些佝偻。亚瑟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然后转向哈罗德。你觉得呢？他问。他在隐瞒什么？哈罗德说，但我不确定是什么。相同的感觉，亚瑟说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。你愿意帮我查一查吗？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。哈罗德点点头，他知道自己需要这个合作。在一个封闭的列车上，有太多的眼睛在看着，他需要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行动，而亚瑟提供的正是这个。而且哈灵顿的死状和艾琳的 A 始终在哈罗德的脑袋里打转，他迫切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当然，他说，我能做什么？去查查其他乘客。亚瑟说，看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。我去看看那个被关起来的人，也许他能说点什么。哈罗德站起来，他的目光扫过餐车里的其他人。年轻女人艾琳还坐在昨晚的位置，她面前摊着那本没有翻开的书，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。哈罗德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他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你还好吗？哈罗德问。不好，艾琳说，她的声音很轻。我整晚都在想大卫，我一直以为他在开玩笑，或者只是压力太大了。哈罗德没有说话，他在等他继续。现在有一个人死了，艾琳说，死状那么可怕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和那个东西有关。他抬起头，他的眼睛里有泪光，但依然没有流下来。哈罗德先生，你觉得那个多出来的人是谁？他会不会是？我不知道，哈罗德说，但我们会查清楚的。他离开艾琳，开始在列车上走动。他敲开一个个车厢的门，问着同样的问题。您昨晚看到了什么？您认识死者吗？您知道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大部分乘客都摇头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被卷入了一场他们不理解的灾难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。但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个年迈的考古学教授住在列车后部的一间单人车厢里。哈罗德敲门的时候，没有人应答。他推开门，发现车厢里空无一人，床铺是乱的，像是有人匆匆离开。桌上摊着几本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。哈罗德拿起一本，翻了几页，上面是关于古埃及的笔记，还有一张手绘的图纸，画着某种奇怪的符号。他看不懂那些符号，但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。他把笔记本放回原处，走出车厢，遇到了一个列车员。这位教授呢？他问。不知道。列车员说，我们也在找他，他好像不见了。又一个人失踪了。哈罗德回到餐车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亚瑟。亚瑟的脸色变得凝重。那个被关起来的人说了什么？哈罗德问。他还是自称艾利亚斯·韦恩。亚瑟说，他说列车上有一件危险的货物，是一件古埃及的木乃伊。木乃伊，对。他说那是被诅咒的东西，正在苏醒。亚瑟停了一下，他的语气有些困惑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，但他说的事情和某些细节吻合。他说那个富商哈灵顿是被某种东西杀死的，而那个东西需要他是这么说的进食。进食什么？灵魂，亚瑟说，或者生命力。他说那个木乃伊里的东西会吞噬活人的灵魂，撕碎被吞噬之人的肉体，然后去寻找一个宿主。哈罗德想起了那具尸体，
想起了艾琳说的话，那个东西是活的。他不知道该相信什么，但他知道这趟列车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律师呢？他问。查尔斯·莫里森，他知道这件事吗？韦恩说，律师知道。亚瑟说，他说律师是被人雇来护送那个木乃伊的，雇主是一个收藏家，专门收集这种东西。列车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又恢复了正常。哈罗德感觉到一阵寒意，他不知道是暖气出了问题还是别的什么。他想起自己的任务，拿到律师皮箱里的文件，然后离开这趟列车。但现在情况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。那份文件也许不只是普通的商业合同，它可能涉及到更大的事情。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，或者找个办法脱身。但列车被困在暴风雪中，没有人能离开，他只能继续，只能往前走，只能想办法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回到自己的车厢，把已知的信息在脑海里整理了一遍：一个死去的富商，一个失踪的教授，一个来历不明的追踪者，一个藏着秘密的律师，还有一个被诅咒的木乃伊。有没有可能自从踏上这趟列车以来，所有的事都不是真的？傍晚的时候，又有乘客来报告说看到了奇怪的东西。一个中年妇女说她看到走廊尽头有一个人影，但当她走近时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另一个乘客说她听到了某种声音，像是有人在低语，但她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列车上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，有人开始要求离开列车，有人开始祈祷，有人缩在自己的车厢里不敢出来。哈罗德和亚瑟在餐车里碰面，他们交换了各自收集的信息。艾琳也在场，她坚持要参与。她说她想知道真相，想知道大卫的死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。哈罗德看着她，他的脸上没有了昨晚的脆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神色。他在想，也许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更坚强，或者她只是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们需要去看看那个木乃伊，亚瑟说。如果韦恩说的是真的，那是所有问题的关键。列车长会让我们进去吗？哈罗德问。我们可以试试，亚瑟说，但我怀疑没那么容易。那个律师会阻止我们，他不想让任何人碰那个货物。那我们可以先去问问律师，哈罗德说，也许他能说出点什么。他们离开餐车，走向律师的车厢，并在车厢门口停下。亚瑟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应答。查尔斯先生，亚瑟又敲了一下，我们需要谈谈。门内传来一阵响动，然后门打开了一条缝。查尔斯的脸出现在缝隙中，他的脸色比早上更加苍白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。什么事儿？他问，他的声音很紧。我们想问您一些问题，亚瑟说，关于哈灵顿先生，关于您的货物，关于这趟列车上发生的事情。查尔斯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又咽了回去。然后他打开门，让3个人进来。车厢里很暗，只有一盏小灯亮着。查尔斯的皮箱放在床上，依然紧紧地锁着。他坐下来，示意其他人也坐下，然后他开口了：你们想知道什么？关于那个货物，亚瑟说，我们知道那是来自埃及的古董，是一具木乃伊。查尔斯的眼睛闪了一下，他似乎并不惊讶。是，他说，那是一具木乃伊，但那只是普通的古董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韦恩先生说他被诅咒了，哈罗德说，他说他会进食。查尔斯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那是一种疲惫的笑。韦恩先生，他说，我知道他追踪这些东西很多年了，他是一个疯子。木乃伊只是尸体，他们不会进食，不会苏醒，不会做任何事，他们只是躺在那里等待被人发现。那哈灵顿先生是怎么死的？亚瑟问。门是锁着的，窗户是锁着的，没有人进去，没有人出来，他怎么会被撕成那样？查尔斯没有回答，他开始盯着自己的手，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。我不知道，他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哈罗德看着查尔斯，他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在说谎。说谎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掩饰自己，有人会直视你的眼睛，有人会避开你的目光，有人会笑，有人会沉默。查尔斯似乎在恐惧着什么，那种恐惧不是装出来的，但哈罗德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，是那个货物，是韦恩说的话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查尔斯先生，哈罗德说，您的皮箱里有什么？查尔斯的头猛地抬起来，他的目光变得尖锐。这是私人物品，他说，与你们无关。也许有关，亚瑟说，也许里面有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。不，查尔斯站起来，他的身体挡在皮箱前面。我不会让你们碰它，这是我的客户的财产，我有责任保护它。哈罗德看着查尔斯的姿态，他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。律师已经关闭了对话的可能，他们需要找别的办法。他站起来，朝亚瑟使了个眼色，然后一起离开了律师的车厢。他们回到餐车，坐下来商量下一步的计划。亚瑟说他会去找列车长，看看能不能进入货运车厢。哈罗德说他会在列车上继续观察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艾琳说她想休息一下，她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。
哈罗德看着他离开，然后转向亚瑟。你觉得律师知道多少？他问。他知道的不止他说的，亚瑟说，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个木乃伊会进食。他看起来更像是在害怕别的事情，比如他的雇主，亚瑟说，或者那个雇主会对他做的事，如果他搞砸了这趟任务的话。哈罗德点点头，他在想自己的任务，他需要拿到那份文件，但现在他开始怀疑那份文件到底是什么，自己是不是该直接放弃任务。夜幕再次降临，列车上的灯光变得更暗了，暖气几乎停止了工作，乘客们缩在自己的车厢里，裹着毯子，祈祷着暴风雪快点过去。哈罗德在自己的车厢里躺着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他的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，然后他听到了敲门声。哈罗德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又是艾琳沃克，他的脸色比白天更差，嘴唇毫无血色，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精气。打扰您了，他说，声音很低，我睡不着，我在想，也许我们该去看看那个韦恩先生。他说他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许他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哈罗德让他进来，两人站在狭窄的车厢里，窗外的风雪依然在呼啸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问。列车长把他关在后面的车厢里，艾琳说，我刚才去问过列车长，他们去找了亚瑟。老警探也没有睡，他的车厢里亮着灯，桌上摊着几张纸。哈罗德注意到那是列车的平面图，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些标记。亚瑟看到他们，没有问为什么这么晚来，只是把平面图推到一边。我也在想同样的事，他说。韦恩说的或许不是疯话，至少值得一听。三个人穿过昏暗的走廊，朝列车后部走去。列车在暴风雪中停了太久，暖气系统已经几乎完全失灵，走廊里的温度和外面差不了多少。哈罗德把大衣裹紧，他注意到艾琳在微微发抖，但他不知道那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。他们在关押韦恩的车厢前停下，门口站着两个列车员，他们的脸上带着疲惫和不耐烦。我们想和韦恩先生谈谈，亚瑟说，他拿出自己以前的警徽，关于这趟列车上发生的事情。列车员看了看警徽，又看了看亚瑟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太晚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问吧。列车员说，他很危险，他只有一个人。亚瑟说，而且他被关在这里，我们只是想问几个问题。列车员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让开了。亚瑟打开门，三个人走进车厢，韦恩坐在角落里，他的手被绑在身后的管道上，脸上带着一种疲惫但警觉的神情。他抬起头看了三个人一眼，然后笑了，那是无奈的苦笑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来，他说，你们应该是这趟列车上唯三想知道真相的人，告诉我们真相。哈罗德说。从头开始。韦恩的目光在三个人身上停留了一瞬，然后开口了。这具木乃伊来自埃及，被收藏家资助的考察队伍从当地偷运出来，正运往纽约。但这一具和其他的不一样，它里面装着的不是普通的尸体，而是一个古代祭司的遗体。他的名字是阿蒙霍特普。3000年前，他是法老宫廷中最有权力的祭司之一，掌握着一种禁忌的知识。什么知识？艾琳问。如何让灵魂不朽？韦恩说。如何让意识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，永远活下去。他死后被制成了木乃伊，但他的灵魂没有消散，而是沉睡在遗体里，等待被唤醒。收藏家相信，通过某种仪式，他可以从祭司那里获得古代的智慧，也许是永生，也许是别的东西，但他不知道，他打开的是一个不能关闭的盒子。哈罗德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在编故事，但韦恩的神情告诉他，这个人至少相信他自己说的是真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他问。我追踪这类事情很多年了，韦恩说，我的工作是找到这些被诅咒的东西，然后销毁它们，阻止他们伤害更多的人。我收到了其他人的消息，知道他就在这趟车上，我想要在他到达之前阻止他，但我来得太晚了。太晚是什么意思？祭司已经开始苏醒了，韦恩说，那个负伤的死只是开始，祭司需要进食，需要吞噬活人的灵魂来恢复力量，等他恢复了足够的力量，他就会寻找一个宿主，把自己的灵魂转移过去。什么样的宿主？亚瑟问。韦恩沉默了一瞬。我不知道，他说，没人知道祭司寻找什么样的宿主，也许是需要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，也许是需要某种血统，也许只是需要时机合适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一旦他转移到宿主身上，就会变得几乎不可能阻止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哈罗德问韦恩。销毁木乃伊的躯体，韦恩说，祭司的灵魂和他的遗体绑定在一起，只要在他寄生宿主之前将遗体烧毁，他的灵魂就会失去锚点，消散在空气中。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列车长不会听我的，但也许他会听你们的。亚瑟看了韦恩很长时间，然后点点头。我试试，他说，但你最好说的是真的。他们离开韦恩的车厢，去找列车长。
列车长坐在餐车的一张桌子旁，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冷掉的咖啡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已经好几天没睡过觉。亚瑟坐到他对面，哈罗德和艾琳站在他身后。我们需要进入货运车厢，亚瑟说。韦恩先生说那里有一具木乃伊，我们需要检查它。列车长抬起头看了亚瑟一眼，然后疲惫地笑了。怪罪一个木乃伊，他重复了一遍。您知道这听起来多荒唐吗？您有更好的解释吗？亚瑟问。关于哈灵顿先生是怎么死的，关于那个失踪的教授，关于列车上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列车长没有回答，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咖啡杯。哈罗德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，那是一个知道有什么不对但不愿意承认的人才有的颤抖。我可以带你们去，列车长最后说，但我不对任何事情负责，那是私人货物，有合法的运输文件，如果出了问题，那就已经是你们无法处理的问题了。亚瑟打断了他，带我们去。列车长站起来，领着他们穿过列车，朝最末端的货运车厢走去。走廊里的灯越来越暗，空气越来越冷。哈罗德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前方等着他们。他们经过一扇扇关闭的门，听到里面乘客们的低语和祈祷，没有人愿意出来，所有人都缩在自己的安全空间里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货运车厢的门上挂着一把沉重的锁，列车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，找到合适的那一把，打开了门。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列车长打开里面的灯，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一个被帆布包裹的巨大物体，放在车厢的中央。这就是你们要的东西，列车长说，木乃伊和他的附属品。亚瑟走上前，掀开帆布的一角，里面是一具被亚麻布包裹的人形物体，表面绘着奇怪的符号和图案，周围堆放着几个木箱，里面装满了各种笔记和文物。哈罗德凑近看那些笔记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文字，有些是英文，有些是法文，还有一些他看不懂的语言，应该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。这是什么？艾琳指着笔记上的某个地方问。哈罗德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那是一段英文，似乎是某个考古学家的翻译，阿蒙霍特普。他念出声来，宫廷祭司，灵魂吞噬者，永恒转生者。他发现了穿越死亡的路径，将自己的灵魂封存在遗体中，等待重生的时刻。他停了一下，继续往下看。有人相信通过特定的仪式，可以从祭司那里获得古代的智慧，获得超越常人的知识，但警告，打开此物者必须确保祭司的灵魂仍在沉睡，一旦苏醒，他将寻找新的宿主，继续他的永恒循环。艾琳的声音在颤抖。这就是大卫接触过的东西吗？这就是他死去的原因吗？哈罗德没有回答，他继续翻阅笔记。这些笔记显然属于不同的研究者，他们记录了自己对木乃伊的研究和发现。其中一本笔记特别厚，封面上写着阿蒙霍特普研究档案，里面详细记载了祭司的生平和死亡，以及他被制成木乃伊的过程。哈罗德翻到某一页，看到一段用红笔标注的文字，警告：祭司的灵魂与遗体绑定，任何试图移动或研究的行为都可能触发苏醒。一旦苏醒，他需要吞噬灵魂来恢复力量，受害者会出现疯狂的迹象，最终悲惨地死亡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亚瑟站在一旁，他指的是韦恩。这东西杀了哈灵顿先生。哈罗德合上笔记，他看向那具木乃伊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睡着的人，只是被裹在层层叠叠的布里。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看着他。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，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的方向传来，门被猛地推开，查尔斯·莫里森冲了进来，他的脸色苍白，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个皮箱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他喊道，这是私人财产，你们不能碰它。莫里森先生，亚瑟站起来，挡在律师和木乃伊之间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查尔斯说，他的声音很高，几乎是喊出来的。这是合法的运输货物，有所有必要的文件，你们没有权利。哈灵顿先生死了，亚瑟打断他。还有一个失踪的教授，您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查尔斯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他没有说出来。查尔斯先生，艾琳走上前，她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您知道大卫是怎么死的吗？他就是因为接触了这种东西。他是收藏家的助手，当时就在挖掘并偷运木乃伊的队伍中。他给我打过电话，说那个东西是活的，说收藏家疯了，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不要去找那个东西。几天后他就死了。官方说是意外，但我知道不是。查尔斯看着艾琳，他的表情在变化，恐惧、愤怒、无奈，还有别的什么哈罗德说不上来的东西。沃克小姐，他说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。我理解您的悲伤，但这是两回事。大卫的死亡是两回事。艾琳的声音提高了，他就是因为这个死的，这具木乃伊，这个被诅咒的东西，他杀了他，就像他杀了哈灵顿先生一样。查尔斯沉默了，他看着艾琳，又看了看木乃伊，最后他默默看了眼自己的皮箱。哈罗德注意到他的表情变了一下，像是做了一个决定。我不知道大卫是怎么死的，
他说，声音很低，但我知道这单生意从一开始就不对劲。我被雇来押运货物，我拿了很多钱，我告诉自己不要问问题，但现在他停了下来，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告诉我们，亚瑟说。您知道什么？查尔斯看着他们，然后闭上了眼睛，摇了摇头。我不能说，他说，我有保密义务，而且他们不会让我说的。他们是谁？查尔斯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把自己的皮箱抱得更紧了。哈罗德想继续追问，但就在这时，货运车厢的灯突然熄灭了，黑暗笼罩了他们，只有走廊里微弱的光线透进来。哈罗德感觉到一阵寒冷，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寒意。然后他听到了一阵低语，从某个地方传来，他听不清说的是什么，但他知道那不是英语，也不是任何他能识别的语言。怎么回事？列车长的声音从某个方向传来，他听起来很恐慌。电灯坏了，亚瑟的声音，别动，等我找到。然后是尖叫，刺耳的尖叫从走廊的方向传来。哈罗德冲向门口，他看到走廊的尽头有一个身影，那是列车服务员。他的动作很奇怪，扭曲而僵硬，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。服务员冲向他们，手里握着一把餐刀，眼睛里没有任何理智的光芒。亚瑟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冲上去试图制服服务员。哈罗德紧随其后，两个人合力把服务员按倒在地。服务员在挣扎，他的力气大得不正常，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，那是某种古老的语言，听起来像是咒语。按住他，亚瑟喊道。哈罗德用尽全力压制服务员的挣扎，服务员突然停止了动作，他的眼睛恢复了瞬间的清明，看向哈罗德，然后开口说话，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他醒了，他醒了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然后他的眼睛又变得空洞，整个人失去了意识，瘫软在地上。哈罗德和亚瑟对视了一眼，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服务员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，就像韦恩说的那样，祭司正在苏醒，而这个人，这个无辜的列车服务员只是一个受害者。列车长站在一旁，他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苍白。这是怎么了？他问。他盯着地上的服务员，又看了看货运车厢里的木乃伊。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他醒了。哈罗德站起来，他的手也开始发抖。那个祭司醒了。艾琳站在货运车厢门口，她的身体靠在门框上，像是随时会倒下去。哈罗德走过去想要扶住她，但她摇了摇头。我没事儿，她说，但她的声音在颤抖。我只是……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我没有听她的话，我上了这趟前往纽约的列车，想要找出她死的原因，但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哈罗德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在自己面前流泪的人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艾琳把脸埋在手掌里，肩膀在颤抖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工作，想起了那份需要偷取的文件，想起了$5000的报酬。那些东西现在似乎变得很遥远，很可笑，像是另一个人的人生。我们会找到办法的，他说。他知道这句话很空洞，但他想不出别的什么可说的。亚瑟走过来，他看了一眼地上的服务员，又看了看艾琳。我们需要让韦恩先生出来，他说，只有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。但列车长不会同意的，哈罗德说。列车长现在没有选择了。亚瑟看向列车长，那个人正缩在角落里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在颤抖。看看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他不能再假装一切正常了。查尔斯还站在货运车厢里，他的皮箱依然紧紧握在手中，眼神涣散地看向木乃伊。我需要想想，他说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我需要想想该怎么办。哈罗德看着他，他在想这个人到底知道多少。查尔斯显然不是无辜的，但他也不完全是敌人。他只是一个被卷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里的人，一个拿了钱却不知道自己在运送什么的人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做普通的生意，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直到事情失控，才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走廊的尽头传来声音，是其他乘客的喊叫和脚步声。刚才的混乱惊动了他们，他们开始聚集，开始询问，开始恐慌。哈罗德知道，接下来的事情只会变得更糟。祭司已经醒了，而他们被困在这趟列车上，被困在这场暴风雪中，无处可逃。他看向艾琳，她还在轻声抽泣，但已经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对不起，她说，擦掉脸上的泪水。我不该这样，大卫会笑话我的。他总是说我是坚强的人，哭不代表不坚强。哈罗德说，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安慰。艾琳看了他一眼，眼中显露些许感激，然后他的目光移向货运车厢，移向那具被帆布包裹的木乃伊。他的表情变了，恐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。我们需要销毁它，他说。大卫就是因为这东西死的，我不能让更多人也因他而死。地上的服务员还没有醒来，他的呼吸很浅，像是随时会停止。列车长蹲在角落里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冷静，这不是真的之类的话。哈罗德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个被恐惧彻底击垮的人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亚瑟走到列车长面前，蹲下来，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听着。亚瑟说，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。
我知道这很难接受，但你刚才也看到了，那个服务员他不是在装，他被什么东西控制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假装一切正常，或者我们可以做点什么。列车长抬起头，他的眼睛通红，脸颊上有泪痕。可是那个韦恩先生他是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。亚瑟打断了他，不管他怎么上的车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现在他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人。你看过那具尸体的样子，你也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你愿意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吗？发生在你车上，发生在你负责的乘客身上。列车长没有说话，他的嘴唇在颤抖，手指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膝盖。哈罗德注意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像是快要窒息的人。艾琳站在几步之外，她的脸上还挂着泪痕，但目光已经变得坚定。列车长先生，艾琳开口了，她的声音很轻，请您让我们试试。列车长看着艾琳，又看了看亚瑟和哈罗德，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地上那个昏迷的服务员身上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地站起来。我可以释放他，他说，声音低沉，但他必须在你们的监视下行动。如果他做任何危险的事情，他不会，亚瑟说。如果他必须要做的事看上去很危险，那也是为了防止更大的危险成为现实。列车长没有再说什么，他转身朝客运车厢走去。亚瑟和哈罗德跟在后面。艾琳看了看地上的服务员，然后也跟了上来。他们穿过昏暗的走廊，经过一扇扇紧闭的车厢门，最后停在韦恩被关押的地方。列车长打开门，韦恩依然坐在角落里，他的手还绑在身后的管道上，但他的神情没有变化，像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刻。你自由了，列车长说。他解开韦恩手上的绳子，但你要在他们的监视下行动。如果你试图逃跑或者做任何危险的事情，我不会逃跑。韦恩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被绑了很久的手腕。我告诉过你们，我的工作是阻止这种东西。现在带我去货运车厢，我需要检查他的状态。他们回到货运车厢，那个被帆布包裹的巨大物体依然躺在那里。韦恩走到木乃伊旁边，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掀开帆布。哈罗德凑近看，发现那层亚麻布上出现了几道新的裂缝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，想要破壳而出。空气奇怪的气味越来越浓，让哈罗德的胃里泛起一阵恶心。他已经苏醒了，韦恩说，他的声音很低。这些裂缝是新的，说明他在里面活动。再过几个小时，也许更短，他就会找到足够的能量彻底冲出来。到时候，他没有说完，但他的意思很清楚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亚瑟问。韦恩站起来，转向所有人。只有一个办法，他说，烧掉它，必须彻底焚毁，连一块碎片都不能剩。那不是很简单吗？列车长说。我们找些火。不行，韦恩打断他。普通的方法不行，这具木乃伊经过了特殊的处理，它抵抗火焰，抵抗腐烂，抵抗时间的侵蚀。我需要特殊的引火材料，一种古老的配方。好在我在追踪它的时候准备了一些。他从自己的大衣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里面装着某种黑色的液体，这个可以引燃，但需要时间让它完全烧透。焚烧的过程中，祭司的灵魂会被释放出来，他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就此消失。所有人必须尽可能远离，否则什么？否则他会试图钻进你们的脑子里。韦恩说，让你们看到不存在的东西，让你们做出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服务员，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。如果他完全释放出来，整列车的人可能都会被影响。列车长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还有一件事，韦恩继续说，焚烧会引发大火，这一节车厢一定保不住。我不知道火势会蔓延到什么程度，但你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可是列车长想要说什么，但被一个声音打断了。不行。查尔斯·莫里森站在门口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但眼神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。你们不能这么做。莫里森先生。亚瑟转过身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唯一的办法。查尔斯的声音变得尖锐。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？我的雇主花了，付出了很多才得到它。如果你们把它烧了，我要面对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他向前走了一步，他的手依然紧紧握着那个皮箱。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的。危险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，哈罗德说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保护这个东西吗？那不关我的事，查尔斯说。我只是一个押运的人，我只负责把货物送到。至于发生了什么，那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他转向列车长。您是这列车的负责人，您有责任保护货物。如果您让他们这么做，我会起诉您，我会起诉铁路公司，我会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列车长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没有说出来。哈罗德看着这个被夹在中间的人，他知道列车长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如果查尔斯继续施压，也许事情会变得很糟糕。韦恩没有参与争论，他只是站在木乃伊旁边，他的神情很平静，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。哈罗德注意到他的目光在查尔斯身上停留了一瞬，然后移开了。
我们先把乘客疏散到安全的地方，亚瑟说。他转向列车长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先把人转移到列车的前端车厢。列车长点点头，他看起来已经放弃了思考，只是在听从别人的安排。他转身走向走廊，开始安排疏散工作。哈罗德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然后转向韦恩。你确定这样能行？他问。我不确定任何事情，韦恩说，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查尔斯还站在原地，他的目光从韦恩身上移到哈罗德身上，然后又移回去。随即他突然转身，快步走出了货运车厢。他去哪里？艾琳问。不知道，亚瑟说，但我们没有时间管他，我们需要把乘客疏散到安全的地方。列车长开始组织疏散工作，他让列车员一个一个车厢地通知乘客，让他们立刻转移到列车的前端。走廊里开始变得混乱，有人在抱怨，有人在问发生了什么，有人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，脸上带着恐惧的神情。哈罗德站在货运车厢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他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。韦恩走到他身边，从大衣里掏出一个本子，递给哈罗德。这是我的笔记，他说，这些年我追踪这种东西记录下来的一切。如果他停了一下，如果我没能活下来，这些东西你需要知道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下一次。哈罗德接过笔记，那是一个很厚的本子，封面上有一些污渍，边角已经磨损了。他把它塞进大衣口袋，感觉到它的重量压着大衣。你为什么给我？他问。韦恩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了哈罗德一眼，然后转身走向木乃伊，开始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各种东西。那个装着黑色液体的小瓶子，一些干枯的草药，还有一些哈罗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。走廊里传来嘈杂的声音，乘客们在列车员的引导下朝前端移动。哈罗德看到艾琳站在货运车厢外，他来回看着韦恩和木乃伊，脸上微微带着一些对即将发生之事的惧怕。他走过去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走廊的尽头传来：站住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是查尔斯，他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。那几个人是列车上的乘客，他们的神情有些奇怪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蛊惑了，又像是单纯对钱财的贪婪。查尔斯站在他们中间，手里握着一沓钞票，脸上带着一种疯狂的笑容。这位先生愿意付钱让我们保护货物，其中一个人说，他死死盯着查尔斯手里的钱。我不在乎什么木乃伊，我只想拿到我的钱。你们不明白。亚瑟走向他们，这东西会杀死所有人。我不在乎。那个人打断他，我只想拿到钱。你们想要烧掉它，我偏不让你们烧。韦恩没有回头，他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，把那些材料一点点放到木乃伊旁边。哈罗德看着那几个人朝货运车厢走来，他知道必须阻止他们。他向前走了一步，但亚瑟已经冲了上去。退后，亚瑟说，他的声音有一种命令的语气，这不是你们能参与的事情，让开，老头。其中一个人说，他推了亚瑟一把。亚瑟没有退后，他抓住那个人的手臂，用力一扭，那个人叫了一声，膝盖弯曲，整个人跪在地上。另外几个人冲上来，亚瑟转身一脚踢在另一个人的膝盖上，然后抓住第三个人的衣领，把他推向墙壁。哈罗德看到这一幕，他的动作熟练而干脆，完全不像一个退休的老人，但人太多了。查尔斯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5-6个人，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涌向货运车厢。亚瑟挡在门口，和那些人扭打在一起。他的动作很快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很快就开始气喘吁吁。哈罗德冲上去，推开一个试图绕过亚瑟的人，然后抓住另一个人的肩膀，把他向后甩去。走廊里变得一片混乱，有人在喊叫，有人在挣扎，有人在推搡。艾琳被人群挤到了一边，她的身体撞在墙上，发出一声轻响。哈罗德想要去扶她，但一个人从侧面撞过来，他的身体失去平衡，整个人摔倒在地。他抬起头，看到艾琳被人群推向另一个方向，他竭力地看向她，嘴唇在动，但他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哈罗德，他的声音被嘈杂的人声淹没。一个人跨过哈罗德的身体，朝货运车厢走去。哈罗德想要站起来，但另一个人踩在他的手臂上，剧痛让他倒吸一口冷气。他看到亚瑟在和2个人扭打，看到维恩依然蹲在木乃伊旁边，继续做着那些看起来像仪式一样的事情。混乱在继续，有人在喊，有人在骂，有人在尖叫。哈罗德挣扎着站起来，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艾琳，但他只看到一张张扭曲的脸，听到一声声愤怒的喊叫。然后从货运车厢的深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那是一种低沉的，像是来自地底的呻吟，又像是某种古老语言的吟诵。所有人停下了动作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那个被帆布包裹的巨大物体。那阵奇怪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像是有人在地底深处吟唱，又像是风吹过裂缝时的呜咽。哈罗德看到维恩依然蹲在木乃伊旁边，手中的小瓶子已经打开，黑色的液体正在缓缓流淌到亚麻布上。
然后韦恩划亮了火柴，火焰在接触到木乃伊的瞬间爆发出来，不是普通火焰的那种跳动，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生长。橙红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货运车厢，热浪扑面而来，让哈罗德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。火焰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催动着，迅速蔓延到木乃伊的每一个角落，舔舐着那些古老的亚麻布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韦恩站起来，他的脸上在火光中显得异常平静。他向后退了几步，站在车厢门口，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团越来越大的火焰。哈罗德想要说些什么，但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到一阵奇怪的眩晕，那是一种从大脑深处涌上来的混乱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意识里搅动，把他的思绪搅得支离破碎。周围的人也开始出现奇怪的反应。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大笑起来，他的笑声尖锐而不自然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一个女人开始哭泣，她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，嘴里说着一些哈罗德听不清的话。有人开始攻击身边的人，拳头落在脸上、肩膀上、胸口上，混乱在人群中迅速蔓延。祭司的灵魂，韦恩的声音从火焰的方向传来。哈罗德不确定他是在对自己说，还是在解释什么。他在消散之前会影响所有人，不要看他，不要想他，快走。哈罗德想要移动，但他的腿像是被钉在地上一样。他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奇怪的画面。他看到波士顿的街道，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家，看到那些他曾经欺骗过的人的脸，看到那些他曾经伤害过的人的眼睛。那些画面像是被人强行塞进他的脑子里，一帧一帧地闪过，让他几乎无法思考。然后他看到了查尔斯律师，在混乱中冲向货运车厢，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表情，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个皮箱。火焰已经蔓延到了车厢的大部分，热浪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扭曲，但查尔斯像是感觉不到一样，他直直地朝木乃伊的方向冲去。不能让他毁了他，查尔斯喊道，他的声音在火焰的咆哮声中显得异常清晰。快灭火！韦恩挡在查尔斯面前，他的身影在火光中显得单薄而坚定。回去，他说，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让开！查尔斯推了韦恩一把，他的力气比哈罗德想象的要大。韦恩没有后退，他抓住查尔斯的手臂，试图把他推向反方向。两人在火焰前扭打在一起，火光在他们的脸上跳动，汗水从他们的额头滑落。哈罗德看到皮箱从查尔斯的手中滑落，掉在地上，但查尔斯没有去捡它，他只是试图绕过韦恩，朝那个燃烧的木乃伊冲去。你疯了！韦恩的声音变得尖锐，你这是在自杀！我不管！查尔斯疯狂地大喊，声音听起来更像是野兽而不是人。我不能搞砸了这次运送！火焰蔓延得更快了，他从木乃伊身上跳到了周围的木箱上，然后是车厢的墙壁和地板。哈罗德感觉到温度在急剧上升，他的衣服开始冒出烟来，皮肤上有一种被炙烤的刺痛感。他想要喊叫，想要让他们离开，但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发不出声音。韦恩和查尔斯还在扭打，他们的身影在火焰中变得模糊不清。哈罗德看到韦恩把查尔斯推向一边，然后朝哈罗德的方向喊道，快走，别管我们。查尔斯重新冲向木乃伊，他的身体在火焰中消失了一瞬，然后又出现了。他伸出手，试图抓住什么，但他的手碰到的只有火焰和燃烧的碎片。哈罗德看到皮箱已经被火吞噬了，那些文件在火焰中卷曲变黑，最后化为灰烬。这个画面本该让哈罗德感到遗憾甚至愤怒，但他现在只觉得自己完全不在意。然后他看到查尔斯倒下了，哈罗德不确定查尔斯是被韦恩打倒的，还是被什么别的东西击中的。他只看到律师的身体在火焰中软了下去，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人偶。韦恩站在他旁边，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神情。走！然后韦恩朝他喊道，快走！哈罗德的头脑想走，但他还是无法让自己转身离开。他看到火焰越来越大，几乎吞噬了整个货运车厢。韦恩的身影在火光中越来越模糊。韦恩没有逃跑，他站在那里，始终看着燃烧的木乃伊，像是在确认他真的能被完全焚毁。你为什么不走？哈罗德喊道，他的声音在火焰的咆哮声中几乎听不见。韦恩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了哈罗德一眼，那是一种平静的近乎释然的目光，然后火焰吞没了他。哈罗德最后看到的是他的背影依然挺立，像一个守卫着自己职责的士兵。哈罗德转身就跑，他冲出货运车厢，撞入混乱的人群。走廊里充斥着尖叫声、哭喊声和打斗声，人们在精神的混乱中失去了理智，攻击着身边的任何人。哈罗德推开一个试图抓住他的男人，绕过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艾琳的身影，然后他看到了亚瑟。老警探靠在走廊的墙壁上，他的胸口有几个似乎很深的伤口，鲜血正在从那里疯狂涌出来，染红了他的衬衫和大衣。他脚边掉落着一把多功能匕首，
就是那种年轻人经常为了跟上潮流而买的东西。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，但他的眼睛还睁着，眼神依然清醒。亚瑟，哈罗德冲过去，扶住老警探的身体。你别管我。亚瑟的声音很弱，但还能听清楚。去找那个女孩，快去！我去。亚瑟推开他，他的手在颤抖，但力气还在。别让我白。他的声音被一阵咳嗽打断，鲜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。哈罗德看着他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他想要留下来，想要帮他，但他知道他做不到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快去！亚瑟最后一次说，他的目光落在哈罗德身上，有一种哈罗德无法解读的东西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哈罗德转身冲入混乱的人群，他在走廊里奔跑，推开一个又一个的人，他的眼神在每一张脸上停留，寻找艾琳的踪迹。有人在哭泣，有人在尖叫，有人在自言自语，有人在攻击。哈罗德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也在受到影响，他的脑子里充斥着奇怪的画面和声音。他看到那些他已经忘记的事情，听到那些他已经埋葬的话语。他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，找到艾琳。他在餐车附近找到了她。艾琳靠在走廊的墙壁上，她的脸上带着恐惧和茫然的表情，但她的眼睛还是清醒的。和周围那些陷入疯狂的人不一样，她看到哈罗德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。哈罗德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臂。你没事吧？他问。他的声音因为喘气而断断续续。我……艾琳的声音在颤抖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看到了一些东西。别想他，哈罗德说。走，我们离开这里。他拉着艾琳朝列车的方向跑去，他们的身后是越来越大的火焰和越来越响的咆哮声。走廊里的人开始意识到危险，他们不再攻击身边的人，而是开始朝同一个方向涌去。哈罗德感觉到人流的推力，他紧紧抓住艾琳的手，不让他们被冲散。火焰在他们的身后蔓延，热浪从背后扑来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他们前进。哈罗德没有回头看，他只是跑，一直跑，直到他们冲出车厢，站在铁轨旁边的雪地上。他转过身，看到后几节已经被火焰完全吞噬了。橙红色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的夜空，暴风雪在火焰的热量中融化成水滴，落在地上发出嘶嘶的声响。艾琳站在他旁边，他近乎悲悯地看向燃烧的车厢。结束了，他说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对吗？哈罗德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着火焰，看着他在暴风雪中燃烧，吞噬着一切。他想起了韦恩，想起了亚瑟，想起了查尔斯。他想起了所有那些在这场混乱中消失的人。他的手在大衣口袋里碰到了什么东西，那本韦恩给他的笔记。他还好好的待在那里，没有被火焰吞噬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不知道这场噩梦是否真的结束了。他只知道，在这暴风雪之夜，有些人活了下来，有些人没有。火焰在暴风雪中燃烧了很长时间，让人没法确定是几个小时还是更久。他和艾琳站在铁轨旁边的雪地上，看着橙红色的光芒一点一点吞噬一节又一节车厢。热浪即使在寒冬的夜里也能感受到，它扑在脸上，让雪花在半空中融化成水滴，落在皮肤上，温热而潮湿。幸存者们陆续聚集到列车的前端，他们站在雪地里，裹着毯子，脸上带着震惊和茫然。有人在小声哭泣，有人在低声祈祷，有人只是呆呆地看着燃烧的列车，像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哈罗德数了数人数，大概20多个。其他人，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也许还在车厢里，也许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。暴风雪在黎明前开始减弱，风声渐渐变小，雪花也变得稀疏，天边出现了一线微弱的灰白，然后慢慢变亮，变成浅蓝，变成橙红。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，照亮了被烧得只剩骨架的列车，照亮了雪地上散落的碎片，照亮了幸存者们疲惫的脸。救援人员在几个小时后到达，他们是从附近的城镇赶来的，带着毯子、热饮和医疗设备。哈罗德被领到一个临时帐篷里，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开始询问他问题。他告诉自己，他是哈罗德·卡特，一个推销员，从波士顿到纽约去谈生意，恰好被卷进了这场灾难。他重复着这个故事，一遍又一遍，对着不同的人，直到这个故事变得像是真的，像是他一直以来的身份。没有人怀疑他。在这场混乱的灾难面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要处理，没有人会去深究一个普通推销员的背景。艾琳被带到另一个帐篷里，哈罗德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他只是在帐篷之间的缝隙里偶尔看到他的身影。他的背影看起来很单薄，但他的步伐很稳，像是在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。调查持续了一整天，幸存者们被分别询问一遍又一遍。哈罗德被告知这是一场火灾事故，起因是列车的供暖系统故障，加上暴风雪导致的救援延迟，死亡人数被归因于火灾和混乱。那些消失的人，亚瑟、韦恩、查尔斯，还有其他人，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一份名单上，然后被封存进一个文件夹里。
在调查结束之前，哈罗德被一个人叫到一边。那个人穿着普通的灰色大衣，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，眼神看起来平淡而模糊，让人记不住。哈罗德·卡特先生，他说，他的声音很平静，我想提醒您一些事情。哈罗德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这次事故的原因已经确定，是火灾。那个人继续说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关于古埃及的物品，关于某个叫韦恩的人，这些不应该出现在任何人的记忆里。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哈罗德感受到了隐约的威胁。我不确定我理解您的意思，他说，我只知道列车着火了，很多人死了。那个人看了他很长时间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很好，他说，希望您一直这么理解。他转身离开，消失在其他工作人员和幸存者之间。哈罗德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了韦恩给他的那本笔记。他还静静地躺在大衣的内袋里，贴着他的胸口。他没有去碰他，只是感觉到他的重量，提醒他有些事情是不能说出口的。调查结束后，幸存者们被释放，他们可以离开了。哈罗德在镇上的车站门口遇到了艾琳。她穿着一件借来的大衣，头发很乱，脸上的疲惫没有完全消退，但她的眼睛还是清澈的。你接下来要去哪里？她问。不知道，哈罗德说，我原来的任务已经不存在了。他想起查尔斯的皮箱，想起那些在火焰中化为灰烬的文件，想起那5000美元的报酬。我要去纽约，艾琳说，原本是去奔丧的，现在……他停了下来，摇了摇头。我还是得去，有些事情需要处理。哈罗德点点头，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。他只是看着他，记住了他的脸，记住了他站在雪地里的样子。保重，他说。你也是，艾琳说。他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，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人群里。哈罗德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也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几个月后，冬天已经过去，甚至连春天都快离开了。哈罗德在纽约，他在执行另一个任务。这个任务要简单得多，只是交付一个包裹，不需要问问题，也不需要知道内容。他走在繁忙的街道上，周围是行色匆匆的人群，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气息，混合着街道上的尘土和远处花朵的香气。但他来到纽约后，听说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曾意外身亡，这让哈罗德有些不安。他当然不是因为一个好人的死亡而不安，那位慈善家同时也是一个热衷古代文化的收藏家，这才是令人不安的原因。这让哈罗德想到了之前那一列在风雪中燃烧的列车，还有上面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但好在那一切早都过去了。他跟随人流穿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艾琳站在街对面的商店橱窗前，她穿着一件浅色的外套，头发比她记忆中更长，整个人的气质和之前截然不同。她看起来很自然，很优雅，举手投足间透着淡然的从容。哈罗德愣了一下，他不确定那是他，但那个身影，那张脸，他不会认错。他穿过街道朝他走去。艾琳，他喊道。他转过身，看到他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哈罗德，他说，真巧，你这段时间还好吗？哈罗德问。你看起来不一样了。我很好，艾琳说，比以前好多了。她的声音很轻，有一种平静的质感。那场灾难之后，我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发现我对某些事情产生了兴趣。什么事情？古物，艾琳说，遗迹，那些被时间掩埋的东西。她看向远方，眼神变得遥远。我计划出国去看看，也许是埃及，也许是美索不达米亚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那些地方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。哈罗德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蔓延，他想起韦恩的笔记，想起他在某几个深夜中翻阅过的内容，想起某一段话，被古老灵魂寄生的宿主往往会对古物与遗迹产生异常的兴趣。艾琳，他说，你确定你没事吗？在那辆列车上？我很好。艾琳打断他，他的语气依然平静，但有一种坚定的意味，比任何时候都好。我找到了新的方向，新的目标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哈罗德想要继续问，但艾琳看了看手腕上的表。我赶时间，他说，今天先这样吧，改天再聊。他微笑着朝他挥手，然后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轻得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他说的，再见，詹姆斯。哈罗德愣在原地，他感觉周围的喧嚣突然远去，整个人被钉在了原地，冷汗从他的额头渗出来，后背瞬间湿透。艾琳不该知道这个名字，在那整趟旅程中，在那所有的对话里，他一直是哈罗德·卡特，可詹姆斯才是他真正的名字，一个几乎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深埋在过去的名字。他猛地转身，想要追上去，想要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但街道上人来人往，艾琳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人群中。他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从他身边经过，看着和煦的阳光照在街道上，看着一切都那么平常，那么正常，
像是日子永远都会是这样。